大家好。急剧变化的天气让换季种植的作业有点卡顿啊，而习惯依照节气时令种植的隔壁婶婶呢，早已经在这菜园的最角落种下了豇豆与茄子啊。由于天气转热后，作物的生长会很快，因此目前还是依照夏天作物可以晚点种，秋冬作物早点种的目标前进啊。简单的说法就是延长秋冬作物种植的时间。目前的换季作物也就只整理好多年生的芦笋，让芦笋先长出新笋，茂盛后再调整母茎就好。当然想换点口味，也是可以边采嫩笋吃啊。而这菜园最角落的位置呢，会让狗这么兴奋，主要是因为这道门的背后别有洞天啊。就顺道来开箱门后不同的景象。这树下是不是整理得很干净？也是花了一点功夫才帮忙把砍下的树枝处理掉。这内部养的鸡都是生蛋鸡啊，虽然也有过饲养的念头，不过还没走到这一步啊。这生蛋鸡窝内呢，有特别设置一个半封闭的小窝，很神奇的，这些鸡就会排队进去生蛋啊。而一旁新养的小鸡也是蛋鸡啊，有别于过往乡下家庭已经比较少养肉鸡啊。这不纯是因为前一波蛋价高涨，推波助澜啊，法令多了自己杀鸡的严格限制呢。现在光要请专业合格的杀手帮忙杀鸡，一只公鸡据说要价150元啊，成本高到都可以买一整只大鸡腿了。而这些鸡，个人也只偶尔拿来试菜，试看看哪些菜鸡喜欢吃或愿意吃啊，算是为日后养鸡的慢慢布局。想介绍一下此处，是因为觉得可以提供一点资财利用的想法。这里是水电公司的其中一个仓库啊，主要承包建地与改建的工程，因此才有这些拆除后的二手材料。目前看中的是屋顶的水塔，只是该如何搬运过去是个问题。不过至少已经有将水往高处储存的备案了。最后只先挑这些好搬运的牙管，这原本是用来搭设鹰架时使用，两根锁在一起，虽然比较坚固但使用上消耗的数量会比较大，也就只能将它们再一分为二，可以省一点材料来增加更多的用途，也算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另类写照。在种下牙管前，先来看一下堆草槽设置在菜床内的状况。因为反复堆叠的效果，就算日照很低，除下的杂草干化的速度也可以很快。而这一旁的菠菜原本出现黄叶的状况，已经找到原因，也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了。有了第一组堆草槽可以利用，再挖下一组就快多了。而分拆出来的牙管可供搭设的范围，目前是可以布满水池的左右两侧。在进行搭设前，先来看一下邻居搭设的棚架。由于种植的方式属于攀爬类作物，归攀爬类，走道预留的非常宽，未加以利用啊。这跟此处的地势比较低也有关系。而现在试图要解决的是气温越来越高的困扰啊，所以采用的方式是直接在菜床上搭设棚架。攀爬类作物爬上棚架后，有帮忙降低日照、降温的效果。采用混合种植、双层的方式种植，也增加了下方可种植的空间利用。先直接利用身体的重量将牙管压入土里，
上方比较疏松的土壤，大概就是根系可及的位置啊。这下方的土壤非常硬，等一下再进行呈现。而因为牙管本身有不小的孔洞可绑啊，因此上方节省一点，就不再用横杆固定，只打算用铁丝进行绑定就好。3点一线，将牙管尽可能调整成一线之后呢，就可以将牙管再深敲入土里了。反正就是趁天气比较凉爽的时间慢慢玩啦，有想法就做看看。家庭种植上心态可以轻松一点，而预留后路是个人的习惯啦。就算上方攀爬类作物生长不理想，对于下方的作物种植影响也不大。会这样顾虑的原因是怕攀爬类作物是否能适应湿黏的土壤结构啊。当然，搭配容器再次垫高种植，也不失是一种控水与控制根系生长范围的办法。而这是作物根系可及的土壤深度啊，事实上大约只有30公分，下层的土壤已经是很硬的土壤层啊。这可以提醒建立菜床的土壤厚度30公分已经很够用之外呢，若是没有水泥或其他辅助支撑，牙管打入土里的深度要超过30公分。将牙管打入比较硬的土壤层呢，才会有更好的支撑能力啊。打入牙管前，先准备2根榔头啊，先使用细的榔头会比较轻松啊。当然，如果可以站得更高，使力的效果会更轻松，也有效率啊。确认打入硬土后，才改用比较大的榔头啊。至于该打入多深，最理想当然是依据棚架下方方便作业的高度啊。但是因为这没有要用水泥辅助，范围不大的话，方便进出作业的考量，就可以摆在次要。首要则是在棚架的稳固状况。家庭种植呢，棚架范围不大，会时常在棚架下作业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。过往也曾经总是要迁就方便作业，或是考量到可以让其他人方便进出啊，而多花了不少功夫与时间啊。但几年下来呢，其实平时就只是自己跟狗活动为主啊。真要拉高要求呢，可以等很闲再慢慢调整就好。当然，如果觉得很会种啊，每天都要采收一大堆数量，那就可以再斟酌一下棚架的高度。至于这棚架上方要种的作物，目前是考量百香果、丝瓜与苦瓜。棚架下方则是叶菜类，可以再增加利用的则是侧边啦。侧边可以种植豆科或是瓜果类作物啦。内部设置堆草槽，占掉的空间就可以弥补回来。影片最后就来看一下土壤调教后，秋冬作物还没有落幕的生长状况。一点也没有出现黄叶的菠菜，再来说明黄叶原因与解决办法。因为这个品种的菠菜可以长很大株，因此间距比较大。不大小青龙辣椒也已经顺利开叶生长，而这没时间采收的福山莴苣，同一批的种苗，不同位置的生长速度差了很多啊，却有自动分批种植采收的效果。最近事情多了，要吃的话得自己来把。谢谢收看。